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12期。现在的画面是20几年前 Famicom 杂志的宣传广告。Famicom 的创刊时间是在1986年的6月，正好是上期视频介绍的游戏发布时期。作为老牌的游戏媒体，几十年来出版商几度变化，现在的地位也已大不如前。但老玩家都知道，在网络媒体尚不发达、游戏期刊杂志还很流行的年代， Famicom 的评分曾经是衡量游戏品质的重要参考。当时的国内杂志也喜欢模仿 Famicom 的方式给新作品打分，不像现在各种媒体评分已经没有多少人把它当回事了。具体方法是4个媒体编辑同时评分，单人最高10分，满分40，30到31分为银殿堂，32到34分入选金殿堂，35分及以上进入白金殿堂。后面介绍一些重要游戏时，我会引用 Famicom 评分，再结合个人喜好进行评价。下面就进入正题，一起看看86年8到9月份的游戏。女武神的冒险：十之钥传说。这是南梦宫在红白机上发布的第17款游戏，作为 FC 上发布游戏最多的3方厂商，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在看到任天堂的塞尔达获得成功后，南梦宫也想做一款类似的游戏，于是就有了这部 ARPG 作品。故事发生在 Marvel Land 漫威大陆嘛。人类本来拥有无限的生命，但因心中的恶魔互相争斗，于是神建造了一座大钟，给予人们有限的寿命，用十之钥将心中的恶魔封印在时间里，获得和平。但后来被一个害怕死亡的人取出了钥匙，邪恶的化身佐纳复活，黑暗再次降临，于是瓦尔基里踏上了封印之路。游戏开始可以选择星座、血型和服装颜色，星座决定了初始状态下的体力和智力分配，以及开始能用的魔法。人物打怪可以升级，随着等级的提升，智力也会上升，可以学习其他魔法，总共有7种，魔法威力也都会随着智力同时提升。血型影响升级成长的属性，分成平均型、早熟型、晚熟型和不安定型，也就是影响女主的发育。因为是模仿了塞尔达，所以游戏整体框架有些类似，在一个俯视角的多区域场景里进行。游戏里有白天和夜晚，晚上难度更大，同时会有特定的事件。没有装备的概念，所有的武器都属于物品类，身上各种物品最多携带8个，而且都不能扔掉，要么用完，要么贱卖给商店。游戏的保存还是用的密码，通过在旅馆休息会出现一段保存码。消灭敌人一般会掉落金钱，有的会掉落物品。整个的流程主要是打怪升级，收集钥匙开箱，找到关键物品，找寻隐藏地点。不同的区域怪物的强度不一样，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推进，最后到佐纳岛消灭最终 BOSS。 但游戏里没有对话和提示，全靠玩家自己摸索，导致很多关键点解决起来非常的困难，这也是当时被诟病的最多的。虽然买游戏时除了说明书还会附赠一张世界地图，但并不会标明最终 BOSS 所在的区域。如果是当年买了盗版卡带查不到攻略，那玩起来就更是一头雾水。当年在日本有几家都是出版了专门的攻略指南，很多玩家都要靠它。游戏总体在粗糙中也有不少亮点，为南梦宫以后开发这类游戏打下了基础。个人评价3颗星。秘密行动，又翻译为金雷先生，这是任天堂针对 NES 发售的第一款专属游戏。首先发行了美版，2年后发行欧版，但没有日版。这是一款光枪射击作品，需要外接光枪游玩。主角史蒂文森是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后来成为侦探。黑手党老大金多姆绑架了他的女儿詹妮佛，史蒂文森必须在24小时内收集5颗黑豹钻石，才能再次见到他的女儿。游戏的玩法在当时看来极其怪异，主角会一直向右移动，同时不停地跳跃，越过各种障碍。跳跃的方式是用光枪射击，不停地击中它。屏幕中也会出现敌人，也可以射击消灭敌人。射击主角时不会消耗子弹，但消灭敌人会减少弹药。获得场景里的气球可以增加弹药数量，每关气球达到一定数量可以进入奖励区域。
一共有4个关卡，越往后需要跳跃的频率越高，画面的敌人也越多。如果是当年用真实光枪游玩，需要极准的枪法和极快的手速，难度变态。这也是当时媒体批评的重点之一。游戏被认为是烂作，除了难度，用枪打的人物跳起的奇特玩法也被诟病。但很奇妙的是，多年以后智能手机普及，出现了一批以 Flappy Bird 为代表的一种游戏类型，和这款老游戏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于是它又被抬出来被各种夸奖。就好比发明了一种新的食物，一开始大家都说难吃，过了很久再来品尝又说真香。食物本身没有变，只是人的口味变了。游戏的个人评价2颗星。银河战士直译为密特罗德，也是任天堂为磁碟机开发的重要游戏之一，类银河恶魔城游戏的鼻祖。我已经不记得这种用游戏名字来作为一个类别的方式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仅这一点也足以说明这款游戏的历史重要性和诸多的开创元素。本质上它还是属于动作冒险类，故事设定在未来科幻世界，宇宙海盗袭击了银河联邦的一艘太空研究船，夺取了银河系生物样本，这是在 SR388 星球上发现的掠食性生命体，是一种危险的漂浮物，可以附着在任何的生物身上，吸取生命能量并将它杀死。宇宙海盗计划将它复制用作武器，赏金猎人萨姆斯被派到了海盗基地泽贝斯，摧毁堡垒的核心 Mother Brain 母脑。作为动作冒险游戏，它的开创性在于采用了非线性的开放玩法，主角的初始能力很弱，只能在有限的区域活动，通过探索提升并获得新的特殊能力，再运用新获得的能力解开场景内的谜题，进入更广阔的区域，以此循环往复推动游戏进程向前发展。作为初代作品，共有5个大区域，每个区域有很多的场景组成，区域之间又有许多的大门隔开，使用电梯可以在区域之间移动。主角获得的能力包括变形球，可以将身体变成球形滚动，通过狭窄的道路到达新的区域；获得导弹可以打开红色的门，同时也能当作强力攻击武器；获得爆弹可以在卷缩身体时投掷炸弹，攻击脚下的敌人或摧毁方块打开道路。还有增加跳跃高度的，能获得特殊的螺旋攻击的，以及各种提升武器威力、能量上限、导弹数量上限的物品。游戏大体的流程是通过探索区域找到并击败敌方海盗的2个 BOSS， 宇宙海盗的盟友克雷德和海盗指挥官李德利，最终消灭密特罗德，找到并摧毁母脑。根据游戏的通关时间长短，会呈现5种不同的结局，时间越短结局越好。最坏的结局是游戏内的时间超过了61天，萨姆斯会转身哭泣，如果少于1小时36分，即游戏内的时间少于3天，主角会脱下动力服并露出比基尼套装。这部作品的开创性元素让玩家能够在游戏过程中不断获得新鲜感和成就感，同时有着经久不衰的游戏性，这才有了后来众多按类似套路开发的类银河恶魔城作品，一直持续到今天。老任第一方大作基本素质过硬，不用过多的讨论。这作的故事结合场景的设计，创造了一种严肃孤独的氛围感，要一个人在异星球面对敌人和异形生物。这种设定会将一部分喜欢轻松游戏的玩家排除在外，可能这也是系列成不了任天堂顶级 IP 的原因，或者就怪老任的大 IP 太多了，拿到任何其他公司都能当做门面。另外，我个人对于全程用动力服挡住女主曼妙身材的设计十分不满，认为这是整个系列的最大缺点。个人评价4颗星。634之剑，这是一部漫改作品，由村上纪香创作的剑道题材漫画，1981年到1985年在小学馆的周刊少年 Sunday 上连载，1985年后开始播出动画，共72集，讲述了主角夏目634立志成为剑道大师，不断成长的故事，分为小学时代和高中时代2个部分。游戏的类型混合了动作游戏和格斗元素，分成2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内容是634的训练篇，采用横版动作的形式，在整个横向卷轴的场景，主角要和他的宠物狗赛跑，看谁先到达终点。
在前进的过程中，尽量要多收集不同的剑作为训练成果。场景中的很多障碍也可以击打，会出现更多的剑。有3种类型，收集的数量显示在画面的上方。通过3个这样的关卡后，会进入游戏的第2部分。游玩方式切换成1v1的剑道格斗比赛。在这种模式下，之前收集的3种剑就表示可以使用3种特殊的招式，使用一次扣除10点。剑道比赛中连续战胜5个对手就会获得优胜，比赛后又会进入训练模式开始循环，难度上升。第2次剑道比赛再次获胜就能通关。决赛中的对手就是漫画中的主角劲敌东堂修罗。这款游戏在玩法上有些新意，但这种新意并没有体现出特别的游戏性。作为一款动作类作品，也没有太出彩的地方，算是一个普通的动漫衍生作品，面向当时的粉丝群体。后来还在 PS2 上也推出了一作，个人评价3颗星。北斗神拳，按标准的翻译名北斗之拳，改编自袁哲夫的经典动漫。作为80后，小时候看动画基本都是固定时间的电视节目，国内电视台引进的动画片本来就不多，北斗神拳更是其中的经典。到现在大家都还是更喜欢叫主角剑次郎而不是拳四郎。游戏类型是横版动作类，玩家控制主角剑次郎，基本攻击方式是出拳和踢腿。出拳能将敌人打爆，就像动画里一样，踢腿把敌人踢飞，画面显得很鬼畜。用拳头消灭红色的敌人后掉落升级物品，拿到后右上角增加1颗星星。每次升级，剑次郎可以获得不同的能力提升，包括跳得更高、击打投掷物、增加连续攻击次数等。升满至北斗7星就会有经典的爆衣。游戏总共有5关，在关卡内的推进方式是依靠另一个人物0给玩家指路，它出现的地方按方向键上加 AB 切换场景。这种奇葩的操作设计导致我小时候一直没有看到过后面的内容。升满7星前4关可以按照提示切换场景，但最后一关也会出现误导的情况。每关的 BOSS 都是动漫中的人物，如果用特定的方式消灭后，会出现招式名称。最终 BOSS 是拉奥，打倒他即可通关。早年开发游戏的成本比较低，如果一家公司本身拥有动画版权，再推出游戏，基本上是稳赚的生意。这款作品在日本的销量150万份，但单从游戏的角度，这绝对是个烂作。除了使用漫画的内容算是特色，灾难级的场景画质，各种人物绘制也太抽象。如果非要说这样的形象就是剑次郎，你给他换一套红色的衣服说是星矢，我也相信。敌人违背物理规律到处乱窜，操作手感极为垃圾，还有蹩脚又不合理的难度。即便我很喜欢动画，但仍然没有玩下去的欲望。不过一定还有人觉得这是一款好游戏，个人评价2颗星。查查丸大冒险，杰里可的经典人物，查查丸系列在 FC 上发布的第3款作品，是第2部忍者查查丸的续作。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第2部又是第1部作品的外传，所以这是一部外传的续作。这作的玩法做了改变，不再是之前的固定场景内消灭全部敌人，而是改成了横版过关，每关要到达终点进入门内。之前作品的很多设计元素都保留了下来，主题还是要从鲶鱼手里救出小樱公主，人物的攻击方式也还是发射手里剑，撞到敌人或被撞到有短暂的眩晕，消灭敌人后掉落魂魄。一些熟悉的角色再次出现，前作的几种道具也保留了下来。透明药水可以让查查丸隐形一段时间，矿车增加移动速度，还有经典的强烈蛤蟆，直接可以在场景的特定方块内获得，骑上蛤蟆沿途能将敌人吃掉。另外获得特定的3件道具后能发动木叶引术，敌人一出现就会被消灭。游戏共有20关，奇数关卡是普通的横向推进和杂兵战，偶数关卡是 BOSS 战，除了之前的 BOSS 鲶鱼，还多了他的手下4大天王。在第10关会和大 BOSS 鲶鱼对战，击败他救出小樱公主，但游戏并没有结束，后面10关的场景不同，第20关再次击败鲶鱼通关。这作当中的敌人角色比前作又更丰富了一些，不同敌人的强度也有了明显的区别。
改成横版动作类型应该是想模仿超级马里奥，但可以看出杰里可在横版动作的关卡设计上缺少经验，障碍和平台都是简单的堆砌，没有特点也没有明显的差异，大多数地方都是为了拿道具跳跃，缺少游戏性。操作的手感较之前的作品有一定的进步，相比前作有提升的地方，也有失败的部分。个人评价3颗星。天堂鸟，南梦宫从街机上移植的一款作品。红白机游戏的日版发行方是南梦宫，美版由 Sunsoft 发行。这是一款横向卷轴，从右向左滚动的飞行射击游戏。画面和角色设计是南梦宫擅长的可爱 Q 版风格。玩家控制 Sky Kids 双翼飞机，可以双人同时游玩，分别扮演红男爵和蓝马克思，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王牌飞行员。双人配合作战很有意思。基本的操作按 A 键发射机关枪， B 键使出翻筋斗大回环。大回环的过程中可以短暂无敌，是躲避攻击的重要手段。每关的任务是拿到场景中的炸弹，携带一段距离后轰炸目标，完成任务，在关卡末尾降落返回基地。每次任务结束时会出现3个跳舞的女孩表演，欣赏她们动人的舞姿，也可以狠心的射击她们，状态会发生变化。红白机版一共有26关，到后面的关卡难度会很大，需要应对恶劣的环境和奇怪的敌人。当主角被击中后会下坠，不过还可以抢救，在落地前按住控制杆并反复按翻转按钮就会恢复，但受到的攻击越多，需要翻转的次数就越多，也就越难恢复。游戏过程中也有一些彩蛋，主要是南梦宫其他游戏角色的联动。虽然后面的关卡难度有些高，但这部作品整体氛围轻松，音乐也很欢乐，很适合和孩子一起游玩。个人评价3颗星。我是老师系列超级马里奥编织，这是一款在磁碟机系统上发布的作品。首先说明我是老师确实是一个系列，往后还有其他这个系列的作品。发行方是日本的皇家工业，它是一家缝纫机制造商。超级马里奥编织并不能算是一款游戏，实际上是一本交互式的编织图案书。磁盘里提供了15个预先制作好的图案，其中7个是以马里奥为主题，还有一只猫的图案，一只兔子的图案，4个基本的毛衣模板，另外也可以自己创建图案。利用这些可以设计毛衣，通过指定毛衣的必要尺寸、需要编织的行数以及缝合的整体针距来更改图案以满足需求。可以选择常规款式的毛衣，或者创建无袖款、V 领款、开领式或收腰式的背心款式。设计好自己想要的款式后，可以对照着进行编织，但需要指出程序支持设计的最大尺码为150厘米，也就是身高不能超过1.5米。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作品，当然是因为开发方认为他们能从中获利。据说当时玩家可以把自己设计好的毛衣程序寄给皇家工业公司，然后付一定的费用，他们就会给你做出这款毛衣。也许是指望着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批量的订单，这也算是早期的定制服装方案了吧。个人评价1颗星。机动战士 Z 高达 Hot Scramble， 红白机上的首款高达作品，根据热门动画机动战士 Z 高达改编。游戏的主要设计师是远藤雅生，此前曾经介绍过他的2部作品《铁板阵》和《迷宫塔》，当时他还在南梦宫工作，后来创立了 Game Studio 公司，作为开发方为万代公司开发了这款游戏。玩家控制 Z 高达与提坦斯进行战斗，游戏分成2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人称射击类型的游玩方式，坐在驾驶舱内用光束步枪攻击敌方的 MS。第二部分进入敌人的战舰内部，转变成横版射击类。Z 高达可以长按跳跃键变形，在一个迷宫场景内找到敌方的核心，将其摧毁过关。游戏过程中可以获得3种道具：护盾削弱敌方的攻击伤害，光束步枪强化攻击，以及恢复能量的道具。共有16个主要关卡，全部完成后会无限循环，超过16关后挂掉可以看到游戏的结局。敌方 MS 的出场顺序和动画中的大致相同。这部作品在开发过程中备受粉丝的期待，
主要卖点也是能在游戏中见到原作的各种机体，但发售之后饱受批评，被指责游戏过于粗糙，特别是横向卷轴部分。实际上，设计师远藤的最初构想是开发一款纯粹的 FPS 游戏，而且设计了高难度，但在测试阶段反响不佳，被甲方万代要求修改，这才加入了第二部分的横版内容，并调整了第一人称的游玩设计，降低了难度。这违背了远藤的设计理念，因此没有太多参与第二部分的设计，将它交给了别人，最终产出了这样一个蹩脚的作品。不过在后期凭借大力宣传和动画的人气，还是卖出了40万份，万代也赚到了钱。可能是不甘心设计的失败，远藤又主导推出了限量版卡带，内容只有 FPS 的部分，并进行了大量修改，总共只发售了1000份，被粉丝们热烈追捧，成为了最稀有的红白机卡带之一。游戏的个人评价2颗星。ASO 战机 SNK 在红白机上推出的首款作品 ASO 是日版名，美版游戏名为阿尔法任务，从街机上移植而来。SNK 作为街机游戏的开发方，但发行方是南梦宫。这是一款纵向飞行射击游戏，可以看出也有模仿铁板阵的痕迹。两种攻击方式，对空射击和对地发射导弹。这部作品的特色是丰富多样的武器升级系统，这又分成2大类。第一类收集场景中的各种字母，可以升级战斗机的能力，和别的游戏中升级武器道具稀少不同。这里的升级字母随处可见， L 升级对空武器， M 升级对地导弹， S 提升速度， K 保持道具效果。这些字母设定成黄色。还有一类反向的字母，拿取后能力会退化，属于陷阱道具。第二类武器为装甲系统，场景内有些地方可以收集到红色飞机的图案，可以得到装甲。红色的 E 为能量值，显示在画面的右下方，是装甲的动力来源。总共有8种装甲，能力各异，造型也都很炫酷。按选择键可以装备或拆除装甲，使用时会逐渐消耗能量，被攻击消耗得更快。场景里有时候还会有字母 F， 可以显示画面内的字母。R 倒退一段距离，还有问号比较稀有，可以全满状态和能量。游戏总共有12个关卡，实际上是6个场景循环2次，每关都有一个 BOSS， 最终 BOSS 是一个金字塔形状的大型机器，能够自主思考。这款游戏的武器系统很不错，其他的方面却不太好，特别是音乐部分十分糟糕。我找到了街机原版的音乐，虽然调调一样，但听起来要舒服得多。这里切换一下，各种角色的设计没有特点，画质水平比较低，敌我双方发射的子弹都有明显的闪烁情况。个人评价3颗星。超级陷阱，这是一款改编游戏，基于雅达利上的热门游戏《陷阱》重新开发。红白机版的开发方是移植专业户 Micronix， 日版由玻璃佳音发行，美版由动视发行。这也是动视首款红白机游戏。从产品的外包装和卡带封面，以及游戏内的人物造型和动作来看，主角都像是马里奥失散多年的兄弟。玩家控制的角色名字叫做哈利，目标是收集地下王国的宝藏大钻石，还要救出被地下人抓走的侄女朗达和她心爱的猫快爪。基本操作和大多平台跳跃游戏一样，武器是一把手枪，有弹药数量的限制，可以在场景中进行补充。整个场景是一个巨大的非线性区域，哈利一边探险收集金块，一边前进。正如游戏名字的描述，场景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陷阱，需要非常小心。有些地方的通过有特定条件，收集类似扑克牌的4种花型，有对应的花色才能继续通行。所有的隐藏物品都需要通过跳跃才会显现。据说雅达利上的原版游戏当时在北美很火，这款改编版本的质量又比原版要高。我只能理解为早期的电子游戏选择太少，玩家没有什么选择权。这款作品对我几乎没有吸引力，人物手感飘忽，单调的音乐和画面，枯燥的玩法。场景里闪闪发亮的大块金砖倒是很吸引眼球，要是真的就好了。游戏评价2颗星。
香蕉。这部作品的发行方现在的名字叫 JVC 剑舞胜利娱乐，看图标就知道公司主要从事音乐方面相关的业务，近些年也投资动画和影视产业。游戏改编自该公司之前在电脑端发行的游戏《摩尔摩尔》，这是一款固定场景内的解谜游戏，主角的名字就叫摩尔，是一只鼹鼠。每关的目标是收集所有因地震而被埋在地下的食物，然后带着自己的老婆基科到达门口过关。过关后出现结算画面，通过行走的步数计算得分，如果弄出小孩还有额外的加分。一旦挖进地面不使用梯子就无法向上移动，也不能移动到比梯子更高的地方。当鼹鼠经过岩石下面时，岩石会掉下来并挡住路，因此每关开始都要规划好路线，否则很容易被困在不同的环境里。一共有105个关卡，到了后面的关卡场景变大，来到画面边缘会滚动切换，全部通关需要很长时间，即便玩得非常熟练也得好几个小时。这种不断向下挖地的解谜玩法非常经典，如果喜欢这种解谜类型的玩家，玩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个人评价3颗星。高桥名人的冒险岛，也可以直接称为冒险岛，哈德森公司的招牌系列之一。游戏来源是世嘉的街机游戏《神奇小子》。虽然哈德森拿到了部分授权，但因为没有人物名字和角色的所有权，于是用高桥名人的角色形象做了一款换皮的移植游戏。在其他的国家地区，人物还有别的名字，美版里叫希金斯，英国称为维金斯，还有墨西哥的卡普里尼塔。该作是横版动作类，主题是高桥前往南太平洋的冒险岛，从邪恶的库拉王手中救出恋人蒂娜。主角是一击必杀的设定，碰到敌人会直接挂掉。同时每关还有活力值显示在画面的上方，也就是时间限制。游戏过程中会逐渐消耗，被石头绊到也会消耗，活力耗尽会挂掉。可以通过场景里的各种水果恢复活力值，不同的水果恢复的值也有差异。也可以喝牛奶直接回满。一开始高桥没有攻击手段，获得斧头后作为投掷武器，还可以升级成魔法火球，射程更远，可以击破石头。很多地方隐藏的蛋是大家最喜爱的设计之一，通过投掷武器时突然消失，找到隐藏的蛋，砸开看看里面是什么，总能带来新鲜感。除了武器升级奖励分数，还有可能出现负面效果的魔鬼茄子，吃下去会加速消耗体力值。偶尔能获得活泼的仙子，有10秒左右的无敌效果。和马里奥一样，游戏有32个关卡，8大区域，每个区域4关。过关后有分数结算，如果在关卡内获得特殊的壶，结算时分数加倍。每个区域的最后一关都有 BOSS 战，BOSS 的形象都差不多。越往后的关卡 BOSS 耐久度越高，速度也会加快。作品的整体呈现都很精致，操控手感流畅，难度从易到难逐步增加。最后一关的难度很高，卡通画面色彩鲜艳，场景细致，又充满了独特的岛屿风情，可爱搞笑的各种角色，原创的音乐也很优秀。短板在于关卡的设计上，虽然也模仿了马里奥的8大区域，但各区域之间的重复感比较明显，设计功力体现出了和老任的差距。个人评价4颗星。国王骑士，史克威尔开发的一款作品，除了日版还发行了美版，借此史克威尔首次登陆北美市场。设计师是最终幻想之父坂口博信，音乐担当直冲伸夫。这款游戏可以看出，在开发最终幻想之前，公司还没有明确游戏的类型方向。官方给作品的定义是阵型角色扮演，但实际上是一款有角色成长要素的纵向射击游戏，可见坂口的 RPG 精神属性。故事背景是4名英雄拯救被龙绑架的公主，4个人的职业分别是骑士、巫师、怪物和盗贼。游戏一共有5关，在前4个关卡，不同的角色会分别出场，不断的射击破坏障碍，出现各种道具。通过获得道具可以提升人物的等级，每个人最高升到20级。向上的箭头提升生命上限，向下的箭头会减生命。弹簧形状的是荔枝石提升跳跃力，鞋子提升移动速度，水晶球增加攻击，盾牌增加防御。每关都有一个特殊的勇者魔法，集齐后可以在最后一关使用一次。
前4关是不同的主题场景，草原、废墟、森林和沙漠，每关都有一个地下洞穴场景，有可以发射火球的雕像，洞穴的尽头是一条飞龙敌人。最后一关的场景城堡，4个勇者一起列队出场，可以用画面中的箭头变换队列顺序。前4关中获得的魔法，每人可以释放1次，分别是火、水、土、风4种魔法。见到最终 BOSS 巨龙，将它消灭即可通关。大 BOSS 的身体是一张固定的贴图，只有头可以移动。战斗时看着脑袋转来转去，像在跳新疆舞，完全没有紧张感。虽然加入了角色成长元素，但作为一款射击游戏并不出彩。前4关玩家的注意力基本上都在清除障碍、获得物品上，敌人的存在感也很弱。4个角色除了最后的一次性魔法有区别，其他时候体现不出任何的差异。即便是游戏设定了丰富的故事背景，每个角色也设计了自己的故事，但这些基本对射击游戏没有帮助。也许是通过这次的尝试，史克威尔和坂口终于认清了自己，发现最擅长的是讲故事，后来才去开发《最终幻想》这样的 RPG 作品吧。这也算是这款游戏的间接贡献。个人评价3颗星。86年9月份的游戏比较多，这里只介绍了一部分，剩下的部分会放在下期内容中讲解。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还请3连支持，咱们下期再见。